车祸致使我失忆，连自身的身份都忘却了。在恐慌之中，我只得从手机里找出备注为老公的电话拨了过去。老公，我哽咽着，你快来医院接我，我好害怕。对面许久都没有声响。你脑子坏掉了，我哭得凄惨。你明明知道我脑袋被撞坏了，为什么还不过来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对面的景川。后来从别人口中我得知，我和景川并非夫妻，而是见面就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的死对头。然而那男人却猛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在我耳边轻语：别听他们的，那是恶评。你是相信他们，还是相信老公？男人坐在病房里与我对视着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。你坐过来点，我害怕。老公。景川脸色难看，朝我走来，像是吃了屎般问道：医生，你确定他只是失忆，而不是疯了？我不满地撇了撇嘴，伸手去牵他的手。你再这么说我真的要生气了。指尖相触的瞬间，景川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。我将手伸进他的掌心，被他紧紧握住，轻轻摩挲着，真暖和。我对他笑了笑：老公，我想出院。自从遭遇车祸，我在医院已经住了1个多月，身体虽已恢复的差不多，但过去的事情却完全遗忘了，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眼前这个男人叫景川，是我的丈夫。线索就是我的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里都给他备注为老公，相册里有我们的结婚照，还有订单上备注给景川的各种礼物记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男人长得实在太合我意了。他双眸漆黑，嘴唇薄而性感，身材挺拔俊逸，深邃的眼眸中透露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息。如果我还记得他，肯定会想尽办法把他追到手。自从知道我失忆后，景川虽然难以接受，但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病房，关注我的病情，俨然一副和妻子吵架后冷着脸洗内裤的模样。我坚信他就是我的老公，只不过最近我们之间的感情似乎有些不合罢了。而且我现在唯一认识且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他了。我想回家。我坐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只有与景川手心相触的肌肤还有些温度。我贪恋地钻进他僵硬的怀抱，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景川，我害怕，我想回家。景川全身微微一颤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觉头顶传来一阵轻柔的抚摸，男人无奈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小心翼翼。好。在景川的帮助下，我得知自己名叫阮薇，父母早已离世，留下了巨额遗产，有个感情不和的哥哥在国外打理企业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肆意挥霍，坐吃山空。那我该做什么工作呢？景川看了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：工作？阮大小姐，谁敢请你？我瞪大了眼睛，那我就只能做全职主妇了。说完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脑海中构思着景川因为吃醋而不让我出门，只能乖乖待在家里等他的霸道场景。原来你这么疼我，都不让我出去工作。不过老公，我就算出去做事，也不会和别人眉来眼去的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最爱你。景川显然被我的风言风语给无语到了，面露难色。阮薇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在想与我脱口出？景川的脸色更加复杂。景川把我送到了我自己的公寓，可我却根本不记得密码，指纹呢？面容识别呢？没想到这房子只有密码锁，指纹和面容识别都没有录入。景川在震惊之余，看着可怜兮兮的我，终于叹了口气。出院后，我身上只剩下一个手机，什么都没有。景川说我是一个人住，我猜想我们应该已经分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不禁怀疑以前的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放着这么帅气的丈夫不要，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公寓里，该是多么寒冷，多么孤独啊！我拉了拉他的袖子，老公，我们不能回你家吗？我是说我们的家，我不想一个人住了。景川看着我，目光中闪烁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他沉默了许久，就在我以为他要把我送到酒店去的时候，他开口了，声音沙哑，像是做了什么决定。阮薇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我笑逐颜开，揽住景川的脖子撒娇道：你要带我回家吗？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，你别不要我了。腰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搂住，景川温热的气息带着一丝侵略性，他用力一收，你以后也不能不要我。我不会的。我以为景川还在生气，乖乖的亲了亲他的脸。景川悠悠的问道：要是你再犯了呢？再惹我生气怎么办？我眨了眨眼，不好意思的埋进他的肩膀，小声说道：那你就把我关起来，就这样。夫妻之间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怎么能分居呢？有爱就爱，有恨就恨，这才是感情长久稳定的根本。景川笑了起来，胸腔中传来低沉的震颤。行，你说的，到时候可别哭。我得意洋洋，以为自己挽救了与帅气丈夫岌岌可危的婚姻，却没有察觉到景川抱着我时眼中隐藏着的深沉目光。我们的家极为宽敞，平层上下一气呵成，其风格简约至极，却缺失了些许人间烟火气。我感觉我们似乎已经分居了许久，家中竟寻不到我的一丝痕迹，就连拖鞋、牙刷都仅仅是景川一人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生出一股好奇，想要弄明白我与景川究竟为何会冷战到如今这般地步，可又担心提及过往会让两人难堪，便开口问道：老公，我失忆之前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景川刚刚打完电话，坐在沙发上挑了挑眉头，装出一副认真的模样。那时候的你啊，任性至极，自私无比，
张狂的眉边，野蛮又骄纵，简直没什么脑子。我扑过去，你胡说，你坏透了。他一把抓住我，眼中满是笑容。我可没胡说，你以前最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，对我从来没个好脸色。我被拉进景川的怀里，顺势坐到他的腿上，低头问道：真的吗？我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难过。景川轻抚着我的背，那动作娴熟的仿佛已经做过千百次。真的，而且你还经常打我骂我。我更加难过了，垂下眼眸抿了抿嘴，却感觉耳朵渐渐发烫。景川侧过脸，似是惩罚般的咬着我的耳垂，轻声说道：但是我却爱惨了你。阮薇，他语气恶狠狠地说着，可语调却暧昧湿润，空气逐渐升温。我艰难地呼吸着，撞进他那满是欲望的双眼。当我倒在床上，望着陌生的天花板，身上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景川欺上而上，将我欺负了个遍。他浑身散发着克制的性感，在最后关头喘着粗气，替我扣上锁骨处的扣子，说道：别闹我了，今天先放过你。我像缺氧般瘫软着，反手抓住他起身时的衣角。你要去哪里？我眼中的不舍太过浓烈。景川玩味地笑了笑，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不会走的。你先去洗澡吧，我去给阿姨开门。等我洗完澡出来，崭新的睡衣和拖鞋已经摆放整齐，洗漱台上摆放着新的牙刷、毛巾，甚至连内衣都是我身上穿着的同款。我走出浴室，发现景川也已经洗漱完毕，头发吹了个半干，冷峻的五官也柔和了许多。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太帅了，我以前究竟过着怎样的好日子啊？景川看到我，不知为何脸上突然闪过一丝羞涩。我走上前去帮他擦头发，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还害羞什么呢？关了灯，我和景川躺在一张床上，他却像闹别扭似的离我很远。我摸索着钻进他的怀里，轻轻嗅着他身上淡淡的香气。老公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隐约感觉到他心中似乎有事，纠结又矛盾。我亲昵地凑上去亲他的嘴角。老公，我记不起以前的事了，以前我脾气不好，对你很坏，对不起。以后我们不要吵架了，不要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我很害怕。景川猛地将我抱紧，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温柔地说道：别害怕，有老公在，我就不害怕了。我说，虽然我忘记了，但是老公，我看到你就想亲近，想抱着你。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，我肯定还爱着你，我不想和你分居，也不想离婚。在景川温暖的怀里，一个月来的不安渐渐被安全感所取代。我喋喋不休地嘟囔着，丝毫不知羞怯地表达着对景川的爱意。困意袭来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意识消失之前，我听见景川在黑夜里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：阮薇，你失忆后，让我以为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恩赐。睡吧。他轻拍着我的背。如果这是一场梦，我希望永远都不要醒来。我和景川真的开始了夫妻般的生活。我不清楚以前的自己是如何度过的，但在潜意识里，我似乎对现状颇为满意，一点也不想找回那些记忆。然而，我的过去并不会就这样凭空消失。当被注为叶景琛的人打来第3次电话时，我终于接了起来。喂，你好，阮薇。我斟酌着用词，非常有礼貌地说道：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你又怎么了？1个多月了，还在闹脾气。浅浅是谁？他说的话太多太复杂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，但他的语气显然是不想和我说话的样子。而且1个多月才给我打电话，也不知道我出车祸了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也不怎么好。于是我大度地说道：好的，没关系，我接受他的道歉了。请问你还有其他事吗？对面。此时门口传来了动静，我的眼睛一亮，连忙往门口跑去。老公，我顺手挂断了电话，完全没有听到对面愤怒的责问。我凑上去亲了亲景川的脸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经过最初的不自在，现在景川已经完全习惯了我对他的亲亲抱抱。情到深处时，他还会反客为主，沙哑着声音问我会不会一直爱他。我承受着他热情的回吻，突然手机又响了起来。我反手挂断了电话，却听到景川问道：有人给你打电话，怎么不接？我接了，我如实说道，但他一上来就对我大声吼叫，我不爱听，还说什么浅浅的，我不认识，头疼。听到这话，景川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。他从我手中夺过手机，当看到屏幕上显示着叶景琛这3个字时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。我疑惑地问道：怎么了，老公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们关系很好吗？景川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目光让我浑身发毛。老公，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好害怕。我伸手去抓他的手，却被他紧紧握住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用生硬的声音说道：不认识，关系不好，以后他的电话你不准再接。他的话前后矛盾，显然对叶景琛这个人极为厌恶。我点了点头，顺势借着他的手将叶景琛的号码拉黑，并且找出所有的联系方式一并删除。景川反而愣住了，没想到我如此决绝，脸上露出一瞬间的惊愕。我轻轻捏了捏他的脸，这样以后就不会接到他的电话了。别不高兴了，我的老公。突然我感觉身体一轻，被景川抱了起来，往卧室走去。他的目光如狼般紧紧盯着我，呼吸变得粗重。我感受到他的欣喜与激动，心中却有些迷茫。阮薇，你让我该怎么办？他的话语有些怪异，
后面的话都被他的唇舌吞没。你太乖了，宝贝，以后你可别怪我。我抚摸着他的后背，摇了摇头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仿佛置身于颠簸之中。再次醒来时已是凌晨，手机发出微弱的亮光，微信通知一条接一条，备注为宋雨美少女的人如炸弹般发来消息。我往上翻看，老子终于是出狱了。那老头子真没心啊，居然真把我关了3个月。这位女士，你一条消息都没给我发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去哪儿了？阮薇电话也不接，你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快回电话。我一直翻到最后，看着对方仿佛要给我收尸般的消息，直到最后一条，你和景川住在一起了。后面接着满满一页的问号。我回复道，是的，我和他很幸福，30亿的纸钱就不用烧给我了。宋雨，我勒个去！我和宋雨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虽然我记不起他了，但他看起来的确是我的好朋友。因为我看着他这张精致美丽的脸庞，丝毫没有感到惊艳，反而不由自主的想笑。真是的，现实比小说还要离谱。他在大白天就喝起了烈酒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诚实的摇了摇头，对他露出微笑。不过你应该是个好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的相册里有很多我们的合照呢，当然还有他素颜烂醉的照片，我没说出来。宋雨轻哼了一声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问道，你为什么对我和景川住在一起这么惊讶？从宋雨的叙述中，我得知我和景川非但不是感情深厚的夫妻，反而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是死对头。景川总是对我冷言冷语，阴阳怪气，我对他也是深恶痛绝，恨不得跳起来咬他一口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会结婚呢？宋雨惊讶地说道，谁告诉你我们结婚了？接着他每说一句话，我的眼睛就瞪大一分。你和他有婚约，但不知怎么回事，你突然翻脸了，在订婚宴上消失不见，让2家都丢了脸，你哥哥也被气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景川不想理你，但你每次见到他都气不打一处来，总是想方设法去激怒他。还怎么了？还去找了景家的对头，叶家的叶景琛，和他在一起。宋雨提起叶景琛就皱起了眉头。虽然你说你根本不喜欢叶景琛，但你追他追得也太认真了吧？姐，连叶浅都敢在你头上作威作福。他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，上次你妈妈留给你的裙子不是被叶浅给弄坏了吗？你找人收拾她了没？妈的，一想到这事我就气，标准的小绿茶，见一次我就打一次。我看着他为我打抱不平的样子，心中涌起一股感动。但是在他的描述中，我简直就是个大傻瓜，临时悔婚，得罪景家，气走亲哥，厚着脸皮去追别人，然后还白白受辱。宋雨看出了我的难堪，沉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宝贝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看男人的眼光太差了，正好现在换个脑子，重新开始，把叶景琛踹了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至于景川，赶紧从他家里搬出来，你要是再把他惹毛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。阮薇。回家途中，景川静坐在沙发之上，默然不语。客厅内幽暗无光，这突如其来的情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伫立在玄关之前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傍晚宋雨对我的告诫，一时间竟呆立在原地。景川面容冷峻，眼底的神色愈发深沉，宛如无尽的深渊。他朝我招了招手，轻声道，过来。我眨了眨眼睛，并未挪动脚步。景川提高了音量，那声音中蕴含着压抑的暴力，过来，宝贝，别让我再说第2遍。我顺从地走上前去，然而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蛮力拉扯过去，整个人跌进了景川的怀中。他轻抚着我的背部，面带笑意地问道，今天去见宋雨了，都聊了些什么？他的笑容并未抵达眼底，这让我脑海中又回想起宋雨的恐吓之言，你当初那般倒追叶景琛，给景川戴上了绿帽子，他来算账时的疯狂模样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姐，我的胆子可经不起这般惊吓。他好似历经劫难般说道，幸好你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，要不是你哥哥出面，咱们姐俩连同叶家那小子差点就在那里交代了性命。赶紧和他断了吧，我带你去找更帅气的小伙，8块腹肌，又帅又痞，绝对是你的菜。我突然问道，在我悔婚之前，我和景川的关系怎么样？宋雨一愣，思索了片刻，好像还不错，反正没这么针锋相对。我沉吟了一会儿，思考着我突然翻脸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实在想不起来。宋雨见我不说话，瞪大了眼睛，微微，你不会还想和他在一起吧？他仿佛见了鬼似的警告我。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以前可把他恨得要命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你可别犯傻。你现在失忆了，还能和他和平共处，我怕你到时候想起来后悔都来不及。宋雨严肃地说道，他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，阮薇，我们根本就不爱彼此。景川。景川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我们不应该住在一起，我要回家。话刚出口，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被景川压倒在身下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，只听见他面带笑意，狠狠地说道，回家？你要回哪个家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他掐住我的脖子，猛烈的亲吻几乎让我窒息。我已经放过你一次，阮薇，绝不会有第2次。景川近乎炽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处。你说我不是你的丈夫？你的全身我哪里不清楚？哪里没亲吻过？是谁一直口口声声喊我老公？别人说一句话，你现在就不承认了？他暴力地掐着我，在我快要无法呼吸时，突然松开了手。景川的语气突然变得温柔起来，
含住我颤抖的嘴唇。别听他们瞎说，我们很相爱，我爱你，阮薇，你也爱我，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，记住了吗？他温柔的话语宛如来自地狱的鬼魅。我伸出手环抱住他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景川笑了，真乖，宝贝。他拍了拍我的背部，静静地哄着我，却未曾发现我在他背后轻轻勾起了嘴角。我遭遇车祸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，失忆也是真的。不过在我苏醒后的第2周，我就逐渐恢复了记忆。彼时，景川正坐在病床旁的沙发上，面无表情地给我削着苹果。看到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他讥讽道：“脑子又死机了，傻兮兮的。”然而，他手中的动作却并未停下。我突然很想落泪。景川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也从不食用苹果，但我喜欢吃。从前我时常欺负他，让他给我削出各种花样。他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却还是学会了削兔子形状的苹果。我深爱着景川，他对我也有那么一丝情谊。我们曾经顺理成章地订了婚，两家都十分满意。但到底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？在我被对面疾驰而来的轿车撞晕的那一瞬间，脑海中如走马灯般闪过从前的点点滴滴，有我在球场上为他欢呼时的兴奋，有景川低头为我戴上耳环时的温柔，还有得知要订婚时他通红的耳根。最后画面停留在订婚那天的休息室里，景川最好的兄弟问道：“这么多年了，还在等吗？”良久，我听到景川冷漠的声音：“不等了。”等什么？我的心猛地一提，接着便听到了答案：沈一欢明天就要回国了。景川，哎，他欲言又止，随后便是满屋的寂静。我踉跄着离开，满腔的愤懑和失望几乎要将我的胸膛炸裂。沈一欢这个名字我早已耳熟能详，她是景家收养的女儿，早年身体欠佳，一直在国外养病。景川从未在我面前提起过她，我一直以为他们关系不佳，原来并非关系不好，而是深埋在心底难以言喻的情感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却还跟我玩这套，我算什么？被迫联姻放在家里的摆设妻子吗？我阮薇生来想要什么得不到，就算父母双亡，我还有个权倾朝野的哥哥，嫁人也要嫁给自己爱的人，可我却爱错了人，看走了眼。我凭什么要成为你景川的备胎？我穿过嬉笑打闹的人群，那富丽堂皇的场景在我看来是如此的讽刺，让我一刻都难以呼吸。后来我逃离了这场婚礼，对所有人都守口如瓶。我能怎么说呢？说我爱上了景川，可他心里却另有其人。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像个傻子一样被他玩弄。阮薇的尊严不允许任何人知晓这些。我知道景川不可能和沈一欢在一起，这让我更加看不起他。我对景川恨之入骨，他不开心我就开心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受伤？所以我大张旗鼓地去倒追叶景琛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宁愿和一个不喜欢我的人在一起，也不愿意和景川结婚。是我先不要他的，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景川其实也不喜欢我。多么可笑的自尊啊！在即将失去意识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领悟到自己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自尊与执拗是多么的可悲。待我醒来，过往的一切都已忘却，在潜意识里，我认定景川便是我的丈夫。那短暂的平和相处，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宁静。当记忆渐渐恢复，景川喂到我嘴边的苹果仿佛甘露一般，将我混沌的思绪瞬间打通。那日他们的交谈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歧义，只是当时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做出了许多无法挽回的事情。事后我才恍然大悟，倘若景川心中的人真的是沈一欢，那么在订婚的闹剧之后，他完全可以选择出国与沈一欢相聚，哪怕是以兄妹的身份。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，甚至沈一欢都未曾回国，一直留在国外。我醉酒后与叶景琛一同进入会所的那一天，景川差点将整个东街都付之一炬，而我的哥哥则死死地按住我，将我带回家，让我没有察觉到景川在极度愤怒之下所蕴含的绝望与痛苦。后来我的哥哥不知说了些什么，景川放过了我，从此不再与我交谈一言一语，阮家与景家的合作就此终止。我的哥哥也出国了，他并没有责怪我，只是让我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，直到我失去了记忆。第二天清晨醒来，景川破天荒的没有前往公司，他低垂着头，不知凝视了我多久。在我睁开眼睛的瞬间，他缓缓俯下身来亲吻我。你还没刷牙呢。我气喘吁吁的打了他一下肩膀。景川握住我软绵绵的手，躺下来说道：“感觉还好吗？”我昨天有些过火了。他不说还好则已，一说我才发觉自己的全身仿佛被车碾过一般疼痛。昨天他疯狂地折磨我，让我泪流满面的一遍又一遍发誓不再离开他，不再惹他生气，直到黎明时分才停歇。我的手臂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红印，我生气地咬了他的肩膀，一点都不好，疼死我了。我对景川又打又踢，他却笑着任由我肆意妄为，眼中满是宠溺。景川，叫我什么？我眨了眨眼睛，老公。他将我紧紧抱住，严丝合缝。叫老公有什么事吗？我要见叶景琛。景川想都没想就说道：“不行。”为什么？我问道。难道宋宇说的是真的？他掀开眼皮，懒洋洋地说道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我和叶景琛一见钟情，真心相爱。不准胡说。景川依旧坚决不让我见叶景琛，
甚至对宋宇也十分不满。他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内心却对我和叶景琛的事情耿耿于怀。苍天可见，我连叶景琛的一根汗毛都未曾触碰过。叶景琛也很清楚，虽然我对外宣称非他不可，任由叶浅凭借他的名字在我面前作威作福，但即便我们同处一室，我和他也绝没有超越牵手的肢体接触。可是我该如何向景川解释这一切呢？我冥思苦想，觉得只有假装恢复记忆，向景川坦白这条路可走，否则看着他每天阴沉着脸盯着我的模样，说不定哪天他真的会被怒火冲昏头脑，将我一口吞下，连渣都不剩。于是我挑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在宋宇精心挑选的私人餐厅定了位置，以防景川怒火中烧。这家餐厅的楼上就是温泉酒店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用夫妻之间的解决方式大干一场，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？然而万事俱备，我却未曾料到今天竟是大凶之日。我和景川在餐厅门口偶遇了叶景琛和叶浅，我在心中不断默念：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可却突然听到叶浅尖锐的声音：阮薇。因为叶景琛的缘故，叶浅在我面前向来都是肆无忌惮。我对叶景琛百依百顺，对他却总是冷言恶语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误以为我离不开他的哥哥，可以任由他肆意妄为。哼，我就说呢，这粘人的膏药怎么突然变了性子？他抱着双臂，上下打量着我和景川，转头对叶景琛说道：哥，他不接你电话是情有可原的，他追不上你，转头又来吃回头草了。我皱起了眉头：你早上没刷牙吗？嘴跟吃了屎一样臭。叶浅面露惊讶，似乎没想到我竟敢这样跟他说话。他顿时怒不可遏：我早就说过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三心二意，我哥还不听。阮家怎么样？你阮薇还不是？突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景川面无表情地向前迈出一步，身上散发着常年上位者的威压。是什么？叶浅想要开口，却被他那如饿狼般的眼神吓得脊背发凉。没想到叶景琛却先开了口，但他说的话却没有一句是我愿意听到的。他深情款款地说道：阮薇，我知道你失忆了，没关系。他仿佛对我进行了大赦，我给你时间，现在跟我走。景川被他霸道的语气逗笑了，他问道：跟你走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也跟着摇了摇头，躲到了景川的身后。这一动作显然让他心情愉悦，景川身上那股令人胆寒的戾气消散了不少。叶景琛却突然说道：阮薇，你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，你全都忘了吗？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努力回想自己在何时说过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右手却突然被紧紧握住，我差点痛呼出声。景川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，叶景琛还在不断地刺激他：你和我一起去雾台山泡温泉看日出，你说你根本不喜欢景川，与他订婚只是为了公司，最后受不了才要和他过一辈子，所以才逃跑的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叶景琛胡言乱语，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而扭曲的神色。我们早就密不可分，离不开彼此了。他满脸深情地说道：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微微，你的肩胛骨有一块蝴蝶胎记，对不对？我大惊失色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右手的力道突然消失，景川松开了我的手，垂眼望去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叶景琛得意地笑了：我没有骗你，我才是你的男朋友，过来吧，微微。我的心如坠冰窖。叶景琛向来与景川势同水火，这便是我起初找上他的缘由。在相貌、家世以及能力方面，他皆比景川稍逊一筹，唯独在我的事情上，他抓住了景川的弱点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在他面前耀武扬威。他那半真半假的话语竟让景川信以为真。的确，我曾与他一同前往雾台山，不过是去考察项目，当时一同前往的人众多，当天便返回了，更别提那子虚乌有的温泉和日出。我从未在他面前提及过景川，自己的伤疤又怎会轻易展现在叶景琛面前呢？至于胎记，我虽时常会遮掩起来，但偶尔也会遗忘。那些亲近我的人都知晓，或许是叶景琛无意间瞧见了。然而这些都无关紧要，他的每一字每一句都透露出我们亲密无间的模样。他想要激怒景川，甚至让他痛苦不堪。他成功了。景川驾车疾驰，跑车发出尖锐的轰鸣声。我下意识地抓紧安全带，转头向他解释道：叶景琛在撒谎，他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老公，你别听他的。我之前或许确实与他有过什么，但那都是因为和你吵架，为了气你。我慌乱至极，开始胡言乱语。但我现在真的对他毫无感觉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究竟在说些什么？为何越解释情况越糟糕？景川那令人窒息的沉默让我的心狂跳不已。我害怕再次失去他，害怕犯下错误后失去弥补的机会。那疾驰而过的速度让我又回忆起当初那场车祸的惨烈景象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景川，你开慢点，我好害怕。突然的刹车让我猛地向前倾去，又被反弹回来，头晕目眩。阮薇，或许我真的错了，不该趁人之危困住你，我无法再承受你第二次的抛弃了。不对，我不是这样的。我哭着摇头，凑过去想要抱住他，却被他躲开。他的眼神那般冰冷，仿佛要将我冻伤。我几乎在车内放声大哭，我根本不喜欢他。他满嘴胡言，我自始至终只喜欢你，是你先不要我的。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是你，
是你把我当做备胎，我那么喜欢你，我错了，老公，你抱抱我，我只喜欢过你，我只爱你，我知道错了。景川冷漠地抬了抬眼皮，是吗？你让我如何相信你？我愣住了，抽噎着冒出一个鼻涕泡。景川抽出纸巾为我擦拭，我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握住他的手不放。真的，是真的，不信你跟我回家。我拉着景川回到我之前居住的公寓，慌慌张张地输入密码进入。叶景琛说他和我同居，他在骗人。我带着景川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指给他看，这里都只有我的东西，衣服也是我自己的，我根本就没让他来过。景川漫不经心地点头，指着我卧室那1人高的柜子，这是什么？我一愣，伸手挡住他正要拉开的手。景川挑了挑眉，怎么不让看？不是，我喘了口气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不让看就算了。他放下手，仿佛极为失望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便顺着他的手拉开了柜子，里面是各式各样尚未拆封的包装盒，从上到下，衣物饰品琳琅满目，都整齐的分类摆放着，未曾被打开过，但全是男款。景川注视着我，买给谁的？一种被人当众揭开尘封秘密的羞耻感涌上心头，我闭口不言。景川却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哦，买给叶景琛的。不是，我大声叫道，这次是真的愤怒且委屈的哭泣起来，不是买给他的。这时景川从柜子里拿出一沓信封，拆开念道，景川，尽管我们分道扬镳，但我还是想问你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过我吗？你这个坏人，景川，我恨死你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如此任性，不该逃婚，不该惹你生气。划掉，我们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关于你真心爱谁的事，我绝不会对你死缠烂打。一字一句，一封一封，我紧紧扒着他的手，求他别念了，已经害羞到痛哭昏厥。景川，我崩溃了，委屈和羞耻一股脑涌上。你别念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那些礼物是我在订婚前为景川买的，每一件都饱含着我的爱意。那些信是之后我内心的纠结、痛苦、悔恨与委屈，一封封都是我的倾诉。我哭得精疲力竭，被拥入那温柔而熟悉的怀抱。景川身上淡淡的香气如同被子般将我笼罩，他轻抚着我的背部，帮我顺气，就像以往每次我们吵架后对我的安抚一样。头顶传来轻柔的触感，景川低声说道，别哭了，宝贝，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抽噎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景川笑了笑，你说的对。许久，他说道，对不起，是我知道的太晚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阮薇，我安坐在景川的腿上，他紧紧地将我拥入怀中，询问我究竟是何时回想起过往之事的。我微微一愣，疑惑地问道，想起什么？他轻哼一声，捏了捏我的鼻子，眼中闪过一丝戏谑，还在装呢。他熟练地按下大门密码，阻止我去开柜门，仿佛对那些信件的内容了如指掌。我拙劣的演技在他眼中却如同一场闹剧，他却看得津津有味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气呼呼地说道，你故意的。他故意做出生气的模样，在车内说出要离开我的话，就是为了让我慌乱失措，从而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景川不置可否，只是缓缓说道，倘若不这样做，我何时才能踏入你的大门，拿回属于我的礼物和信件呢？我的小娇妻。他一声老婆喊出，我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。我对他又打又闹，你太坏了，景川。他笑着按住我，表情认真而严肃，生叶景琛的气是发自内心的。他敢编造你的谣言，就必须付出代价，但要让你离开我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他轻轻蹭了蹭我的鼻尖，我之前就说过，不会再给你逃离我的机会。我和景川紧紧贴在一起，看着他那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的目光，心中顿时变得柔软如棉。景川，沈一欢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听到我的询问，景川无奈地笑了笑，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那天在休息室里，景川的好兄弟问他为何不再等等，他等待的人并非沈一欢，而是我。你还太年轻，我担心因为两家的联姻，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我结婚，你会难以接受，也害怕你是被逼无奈，所以后来我选择了逃婚，以为这样就能让你相信自己的猜想，对吗？景川轻轻亲了亲我的嘴角，仿佛不愿再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时光。当我听到你说要和叶景琛在一起时，我简直要气疯了，甚至想把你锁在家里，让你无法逃离我的身边。然而后来我哥哥出面，软硬兼施的让景川做出了让步。他说了一句，你难道想让微微一辈子都不快乐吗？景川至此再也无计可施。听完这些，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复杂，不知道是该感激我哥哥还是埋怨他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自己太笨，总是胡思乱想，让所有人都为我收拾烂摊子。我心中涌起一丝愧疚，嘴上却依然强硬。那沈一欢呢？提起沈一欢，景川的脸上露出厌烦之色。她确实是景家的养女，也真心喜欢景川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能和景川在一起，她做出了许多过分的事情，让景家的父母非常头疼。于是借着治病的机会，将她送去了国外，希望她不要再做傻事。没想到她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景川要订婚的消息，哭闹着要回国。景川的兄弟原本只是想提醒他，
不要让沈一欢的事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结果却被我听到了一半，给景川扣了一顶大帽子。我抿了抿嘴，将头埋得更低了。景川掐住我的下巴，将我的头抬起来，眼中似笑非笑。怎么，现在知道错了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凑上前去，咬了咬他的嘴唇，撒娇耍赖道：“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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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行吗？知道错就好。”景川反手按住我的后脑勺，与我亲吻。以后要是再这样，我真的会把你锁在家里，一步都不准出去。我佯装惊恐：“你想什么啊，景川？叫我什么？”我向前倾去，笑容灿烂无比。老公，老公。